智能驾驶已经实现人类老司机水平，中国辅助驾驶全球领先城市 NOA 全域无断点。现在你还信吗？不信的太晚了，信的都付了钱。近日，一场由懂车帝与央视联合发布的辅助驾驶真实路况模拟测试，狠狠打脸了中国电动车行业近几年的集体高潮。36款主流车型，平均通过率只有可怜的 35.74%。这个数字冷得像冰，却狠狠烫伤了无数消费者的信任和钱包。遥遥领先的自动驾驶，一脚把用户带进 ICU。这次测试涵盖了36款热门智能电动车，包括特斯拉、小鹏、比亚迪、华为智界、小米、理想、蔚来等所有你听说过的大牌，甚至还有不少你根本没听过的新势力。测试内容更是精准命中人命关天的极限场景：儿童突然冲出马路，夜间逆光，消失的前车，施工区域遇卡车，动物横穿高速。平均每3辆车就有2辆在测试中撞了车。是的，不是未通过，是撞了。最令人震惊的是，在消失的前车场景中，高达 70% 的车型直接撞上去，毫无反应。而在夜间高速遇施工卡车的测试中，仅有 47% 的车辆能有效避让。在儿童冲出马路的模拟场景下，也只有 58% 的车型能及时刹停。换句话说，当人命真正摆在车头前，过半智能车都在睡觉。这不是辅助驾驶，是辅助撞车。网友如此评论。在一众国产品牌大翻车的同时，特斯拉成了唯一的赢家。Model 3在15项测试中，仅在横穿野猪场景中失败， Model X 则在高速施工中掉了一次链子，整体通过率接近 90%。特斯拉 CEO 马斯克立刻在 X 平台转发了测试视频，并且公开嘲讽，在不允许数据出境的前提下，我们居然还拿了第一。这句话不只是赢了同行，更是用一句无中国数据的讽刺，点燃了整个行业最不愿被揭穿的假象：靠数据堆出来的智驾能力，根本不是技术领先，而是无底线采集用户隐私后的幻觉。而面对马斯克的冷嘲热讽，华为、鸿蒙智行、AITO、智界等品牌一律选择沉默，不予置评。是默认，还是无话可说？没人知道。但消费者知道，这份测试是真实的，来自央视背书。这份结果是冰冷的，也是血淋淋的。让我们回顾一下，中国车企是怎么把辅助驾驶吹成自动驾驶的。2023年，余承东在问界 M7 发布会上说，我们的 Huawei ADS 2.0 比特斯拉遥遥领先。2024年，他亲自上路试驾 M9， 说我只要把手放方向盘上就行，其他我啥都不用管。小米 SU7 发布时，雷军也拍胸脯，我们的 AEB 能在135千米每小时高速刹停。小鹏更是喊出D0梯队，未来说全场景无断点城市 NOA。 而现在一场真实测试，把这一切宣传词一一撕碎。比亚迪汉、小鹏 P7 的通过率是 0%。 问界 M9 在消失前车测试中，以64千米每小时直接撞上静止车辆。小米 SU7 曾高调展示其 AEB 功能，结果却在2025年3月一场真实车祸中3人当场身亡。更早的蔚来 ES8 事故，车主当场身亡，车企照样继续营销智驾。一个比一个敢吹，一个比一个会卖惨，但真相就是你根本不配松手，你松一次手，可能就松掉了一条命。根据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高达 949.5 万辆，其中有超过 73% 的车型搭载了不同级别的智能驾驶系统。一台智能驾驶的售价平均比普通车型贵出3至6万元，而在极端宣传下，
这块溢价被塑造成科技感、安全感的象征。然而，从懂车帝公布的这场模拟测试看，所谓的智能辅助不过是一个精致的骗局。广告上说全场景自动泊车，实测结果是画龙醉倒撞墙。发布会上说城市场景媲美老司机，测试中却连弯道都识别不了。功能介绍写紧急避险能力行业领先，结果遇到静止假人，直接撞上去还没踩刹车。这不是智驾，是致命的智障。从2021年起，高阶智能驾驶这个词就开始在各大发布会中飞舞。L2 加 L2 加加 L2.99999，无限接近 L3。车企发明出了全世界最丰富的自动驾驶段位，却没有一个部门愿意出来告诉消费者这些词到底意味着什么，能干嘛，不能干嘛。中国并没有明确的辅助驾驶命名和标准，谁说的响，谁就能赢得市场。于是，比亚迪把售价7万元的海鸥也贴上高阶智驾的标签，推出天神之眼 A、B、C 套装，听起来像黑科技，实际功能连基础避障都达不到。华为智驾更是直接提出无限接近 L3， 明明法规不允许自动驾驶上路，他们却用智能接管勺辅助自动泊车多，不踩油门也能开回家，来暗示用户可以放心脱手，甚至在车上干啥都可以。这种宣传手法的核心不是告诉用户真实功能，而是用不敢明说的鼓励让你主动误解。比如，蔚来曾在宣传视频里展示自动变道无人接管城市过红绿灯，但在用户撞车后，他们却回应该功能需要人工监管，我们从未说过是 L3 自动驾驶。用户质疑，那你发布会上演的那套自动避障、自动导航、高速巡航，不是 L3 又是什么？官方答复却总是那句，本功能为 L2 辅助驾驶，驾驶人需全程接管。一纸免责声明，车企退无责任，用户死了白死。据公安部2024年数据统计，中国辅助驾驶相关的交通事故已经超过3700起，其中有87起与误判智驾能力有关。这些事故受害人往往都是信了车厂的那群人。山西运城的问界 M7 车主相信宣传想撞都难，结果撞上洒水车，全家3人葬身火海。小米 SU7 用户信了 AEB 可识别静止故障车，结果97千米每小时撞上护栏，妻儿丧命。蔚来 ES8 司机相信高速 NOA， 结果被反光锥筒误判为虚影，系统未减速直撞致死。这些事故曝光后，车企一律统一口径，驾驶人未监管、脱手违规、车内睡觉、不当使用。可问题是谁先告诉他们系统已经比人安全？是谁在发布会上演示闭眼也能开回家？答案不言而喻。这次懂车帝加央视的联合测试，是近5年来最真实、最具震撼力的一次揭露现场。测试在15公里真实道路上进行，包括10类极限高风险场景，216次碰撞复现，不靠虚拟，不靠广告，也不靠内部专家打分，完全靠车辆实测表现说话。而这场测试的最大意义，就是把宣传的幻觉和现实的惨烈摊在阳光下。余承东遥遥领先的 ADS 系统被消失前车测试打回原形。雷军吹爆的 SU7 AEB 在夜间静止障碍里毫无反应。小鹏 P7 加的 D0 梯队测试通过率为0，直接垫底。这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信任崩塌的问题。一位网友评论道，过去几年我们信这些车厂，是因为以为科技真的改变生活。现在才知道，他们用科技包着一颗榨干消费者的钱包和耐心的心。另一位微博博主则总结道，在没有监管标准的市场里，辅助驾驶就像一把锋利的刀，放在一个不懂刀法的人手中，你不知道是切菜还是自宫。
令人唏嘘的是，直到2025年，中国依然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智能驾驶命名管理办法。从 L0 到 L3，说穿了都是厂家自己编的，用户根本没资格质疑，也没有维权依据。而车企正是钻了这个空子，把原本需要谨慎应用的科技包装成安全革命，再贩卖给不明真相的消费者。2024年底，一位江苏车主在城市 NOA 状态下撞人致死，法院一审判定驾驶人全责，但他却哭着说：“我信了车，车没告诉我不行。”这不是一场官司，是一次信任与生命的对赌，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下注者。别再信 L2.99999，别再等城市 NOA 全自动接管，别再盼智能泊车拯救新手党。中国人不是不懂车，而是太容易相信车企。央视和懂车帝这次的测试，不只是打脸了虚假的宣传，更是拯救了潜在的牺牲者。当数据赤裸裸摆在眼前，任何花哨的 PPT， 任何激情澎湃的发布会，任何 CEO 的豪言壮语，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所以，别再被那些遥遥领先的词汇蛊惑。真正领先的科技是哪怕不宣传也能救你一命，真正负责任的企业是哪怕你不用也会提前告诉你风险在哪，而不是在事故发生后才说本功能仅供辅助，驾驶人需自行承担全部后果。你是驾驶人，但你不是被割的韭菜。